妈妈，妞妞，妞妞，不许叫他，不然以后再也不让你见到他。如果你今天听我的话，以后你想什么时候见到他，我都带你去见，听到没有？乖，去上学吧。妞妞，妞妞，不认识妈妈了吗？怎么不叫妈妈呀？妞妞，不想妈妈吗？嗯，妈妈来看你不高兴吗？看见没有，这就是血浓于水。妞妞很久没见你了，她已经把你忘了。小孩子很容易忘事的，更何况是你遗弃的他。我什么时候遗弃他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在你离婚以后，你就把他遗弃了。倩倩，你做尽了坏事逼我离婚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叶静怡，就算是你不承认，但在妞妞的眼睛里面，你就是把她遗弃了。如果你听得懂我的话，以后就不要来找妞妞了。倩倩，你还去博得王倩的同情，说白了，不就是想打击我，想把我打败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差得远，你根本不可能把我打败。你怎么还这么幼稚？妞妞要被你这种母亲养大，我真的很担心她。这话轮不到你说。你到底想怎么折磨我？有什么就冲我来，不要把妞妞牵扯进来。你知道你的生活为什么会过成这个样子吗？就是你摆不清你自己的位置。妞妞是我生的，我10月怀胎把她生下来的，这是事实，永远无法改变。静怡，知道你不开心，所以想送你点礼物。想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优惠券，不是肯德基的，也不是麦当劳的。余清江优惠券，凭此卡可以终身享受各种优惠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一起散步，替你免费开1天车，替你按摩1到2个小时，可以随时陪你逛各种商场，转多久都没问题。这个联系人余清江，还有此卷的最终解释权是叶静怡。谢谢你，清江。甭客气。其实今天我真的很想找个人聊聊天，反思我的婚姻，除了伤痛，什么都没留下。家倒了，爸爸走了，小宝生死未卜，突然间，好像身边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了。静怡，你要坚强起来。你有妈妈，有妹妹，还有我。你一定要相信，这一切都会过去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坚强，我陪着你。哎呀，你这手怎么了？不小心摔倒了。疼不疼？
喂，明宇，你马上把那份我用叶静怡名义买的店铺合同给取消了。对，马上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叶静怡什么时候去见妞妞啊？周日。别让她见了。为什么？倩倩，你想，现在妞妞刚刚适应你，如果她现在去见叶静怡的话，对孩子不好。和我想的一样，那就这么办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老公，我约了王燕儿，中午一起吃午饭吧。午饭就不吃了，还有一堆事儿呢。于新江这小子正在查我呢。他查你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行，你去吃吧，晚上早点回家啊。嗯。奶奶，我漂亮不？哎呀，我的乖乖，哎呦，真漂亮，漂亮的像个小公主。妞妞要去见妈妈了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这是我送给妈妈的。哎呦，妞妞手真巧，巧得像你妈妈一样啊！写的什么呀，妞妞？妈妈，我爱你。哎，写的真好，妞妞，你怎么会写的这么好啊？啊，去吧，听妈妈的话啊。嗯，走吧。这都几点了，妞妞怎么还没来呀？妈，你说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你丈夫跟别人生的孩子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妈，你要说多少遍，我知道。你自己在这儿等吧，我跟你着不了这急，我回屋了。哟，妈，来了来了，妈妈来喽！妞妞，给妞妞的。哦，快请进吧。啊。妈妈什么时候来啊？他还没打电话来呢。我想她了。乖，妞妞再等一会儿好吗？再去玩一会儿。好，去吧。喂，大官干嘛？妞妞在哪儿？妞妞跟我在一起，怎么了？今天你要带她来见我，你忘了吗？没错，我本来是打算带她过去的，可是妞妞想滑滑梯。妞妞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？比起你们家，妞妞更想来这儿，她根本就不想见你。姚倩倩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妞妞绝对不会这样的。我明白了，从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有打算带她来见我，对吗？让妞妞接电话。妞妞是我女儿，你总是这么死缠烂打的，有意思吗？如果你真想要孩子的话，随便找一个男人生一个呀，别总拿着别人的当宝。姚倩倩，怎么了？妞妞来不了吗？我找王进去。哎，等等我。
皇帝，我问你，今天不是应该带妞妞来见我吗？就因为你没看到妞妞，所以你就带着于总来了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想静怡不管怎么样也是孩子的妈妈，她想看孩子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吧？于总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这件事儿是我跟叶静怡之间的事儿。你看，明白明白，那你们聊，我先出去啊，心平气和的啊。我问你，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？我这么对你，叶静怡，咱俩离婚才多久啊？你就跟于总好上了？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？你跟倩倩都已经结婚了，我跟于总来往怎么了？那么我告诉你，妞妞是我跟姚倩倩的女儿，你这辈子别想再见她了。我爸是你害死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呢？疯了吧？我爸去世那天，你去看过他，监控录像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你是最后一个离开他病房的人，你赖不掉了。是，那天我是去看过他，但是单凭监控录像就可以证明是我害死他的吗？你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罪名加在我头上呢？我是知道伯父病了，我去看看他有错吗？你那天对他做了什么？你究竟做了什么，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？其实王静真正爱的人是我，妞妞是我和王静生的，她才是我亲生女儿。叔叔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去问候一下她，仅此而已吗？是。我那天本来是想告诉他我和王静的事情，还有妞妞是我女儿的事情。我是想让他劝劝你，让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而已。你竟然敢对他说这样的话，你疯了吗？我没有说，我还没来得及说他已经不行了。你撒谎！我父亲对你那么好，他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养育你、对待你，还把你送到意大利读书，你就是这样回报他的吗？够了！我什么都没有做。难道说几句问候的话，也可以让一个人死掉吗？一直以来，王进都拿钱贿赂我，所以在这之前，我没能说出来，请原谅。我那天本来是想告诉他我和王静的事情，还有妞妞是我女儿的事情。我是想让他劝劝你，让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而已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想，你现在应该了解我了。我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我害怕这个世界，我害怕没有人爱我，我害怕被遗弃，所以，我隐藏起了真实的自己，处处从别人角度考虑问题，去迎合每一个人。我消灭了自己，从他们的眼睛里去看待这个世界。我以为这样，他们就会爱我，就会说我是好人。我从来没有做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为了别人，我放弃了自己的欲望，因此，
即使受到不公的待遇，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反抗，任凭别人的欺凌，任凭他们伤害我的家人。从现在起，我再也不要做这样的胆小鬼了。我要彻底改变现在的自己。我求求你，真心的帮帮我。你不是已经在尝试了吗？不，这还不够。我需要立刻变得强大起来。我希望能获取能令自己自立的力量。脱胎换骨，可以理解成是一种修炼，只是你要忍受住旁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孤独，需要隐忍，还有耐力。人最大的对手不是敌人，而是自己。只有当你能战胜自己的时候，你才能变得强大。好吧，我会带你离开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对任何人，包括你的家人，都不要透露我们的行踪。就说跟我到米兰进货去了。妈，文彤，我走了。这段时间，就算收不到我的消息，也不要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回来啦，来，请坐。看来气色很不错嘛。您不在的时候，多亏您朋友的照顾。回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知道，报名的时间已经截止，但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帮我把作品递交给 Poland 中国组代理。很好。看来呀，你已经有方案了。是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您想听听我的计划吗？我回来了，姐。来喽！哟，回来了，先洗手啊！来，到一边。还有一个菜马上就来了啊！我这菜做的还成吧？青青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先说。哎呀，你说你去米兰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也不留个通信方法，你知不知道我去米兰找你2次？而且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以后判若两人。我这样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奇怪而已。于总，你叫我于总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叶静怡了，所以希望你以后不要找我，也不要来我家。就这样。静怡。小鱼走了，你们好长时间不见面，为什么不在一起好好说说话呀？就是啊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于哥3天2头的打电话过来问你，他可惦记你了。我好着呢，谁都不用惦记。又来了。他
给过钱，还帮过我们，总买东西来。妈，我不是给过你们钱吗？哎呀，我们都不要的。可是你不知道他多坚决，弄得我们心里都……以后不要再要他的东西了，我也不会跟他再来往了。你跟小鱼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好好的吗？静怡，你也应该有段新感情了。小鱼这个人不错，对你友好。在我计划没有成功之前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谈恋爱。所以，以后于新疆给的任何馈赠，你们都不要要了。妈，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去做，可是要达到目的，就不能跟他在一起，对吗？妈，保佑我吧，我一定要成功。昨天收到了一份叫玛利亚的设计师的作品，很不错，可以说是出类拔萃。虽说已经过了参赛的截止日期，但也没关系。这幅作品我也看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凡是一个有鉴赏能力的人，都知道这是一幅好作品。如果没什么意义的话，那我可就抛个路去喽。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，的确是很不容易，而且完全体现出了 Poland 追求的主题。海波，打电话给胜出者。好的。非常感谢各位贵宾莅临我们 Poland 中国梦设计大赛的颁奖典礼。在典礼开始之前，请我们的董事长王进先生致辞。各位嘉宾、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感谢大家能参加 Poland 第1届中国梦设计大赛的颁奖典礼。希望大家刚打电话说马上就到。和关注 Poland。感谢大家的到来，谢谢。各位贵宾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Poland 品牌首席设计师朱丽叶小姐上台。接下来，茱莉亚小姐将为我们本次设计大赛的大奖获得者颁奖，有请获奖者玛利亚。各位，这个奖不能颁给他。为什么我不可以拥有这个奖？因为你用了假名字，这不公平。大赛好像没有规定必须用真实的名字。再说了，设计师有个英文名字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茱莉亚。
如果你真的是玛利亚的话，那这个作品肯定不是你自己做的。各位，我很了解这个女人，以她的能力，她设计不出这样的作品来。茱莉亚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抄袭了别人的作品，或者是用别人的作品来参赛？我没有那么傻，一旦开始工作，很快就会被人揭穿，不是吗？你今天能拿这个奖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这都是我光明正大得的这个奖，我当之无愧。我宣布，本次比赛结果无效，这个奖我颁不了。叶静怡，你没有资格拿这个奖，更没有资格在 Poland 工作。玛利亚小姐，你背后有个人，这是真的吗？请解释一下。玛利亚小姐，你可以解释一下。看来中国的 Powerland 的主题设计师很感情用事，他好像分不清公事还是私事。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，我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，是否要领这个奖。老公，你看见叶静怡了吗？一副无所顾忌，想要毁掉我们的样子。你疯了吧你啊！刚才在那里说不把奖颁给他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你真是无知愚昧！我告诉你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出大洋相了！就算叶静怡不是玛利亚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不该对她大吼大叫的。事后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你真是太丢人了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必须雇佣大奖获得者当主力设计师。你让我把奖颁给他，今后跟他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吗？你凡事有点耐心好不好？我会让事情这样发展吗？一定是于清江和叶静怡合起伙来演这么一出。一旦把奖颁给他了，日后怎么补救啊？他们不可能是合谋，你和其他人也参加了评选，他们怎么捣鬼？老公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把奖先颁给他，让这件事情了结了。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们，你不愿意跟叶静怡在一起工作，打死都不愿意。我知道了。静怡啊，我确实非常惊讶，但是我很好奇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呢2个月前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哦，明白了，你为了给我一个惊喜，不，你为的是让我不帮你。恭喜你，你都做到了。谢谢。看来咱确实要在一起工作了。你跟姚倩倩能在一起工作吗？工作归工作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跟阿姨说一下，咱们庆祝一下吧。不必了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，你来我家，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希望以后我们就是老板跟设计师的关系。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奖杯、花，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吧。妞妞，别玩了。我不喜欢你给我梳头，我妈妈比你梳的漂亮多了。别闹了，妈妈还要上班，咱们得抓紧时间啊！你最乖了，是不是啊？你骗人，大骗子！你说什么呢？
你说过的，如果我乖，你就可以带我去见妈妈。可是还没带我去。我没骗你啊，我给他打过电话了，他很忙，没有时间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骗人！我没骗你，真的没骗你。你不知道我求了他多少次，他就是不肯来，我没办法啊。你骗人！老师说撒谎的孩子会被狼吃掉，你会被大灰狼吃掉的。妞妞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妈妈，别闹了啊！再闹我揍你了！我觉得这次吧，就只给他颁个奖吧。我们公司不能雇一个没有实力的人当主力设计师。那恐怕不成吧？大赛之前咱们对人家是有承诺的，现在岂不食言了？姚倩倩，你之前不是力荐叶静怡的作品吗？怎么现在又不能跟她合作了？那是因为当时你还不知道这是叶静怡的作品，现在知道了，就不能跟她合作了。所以说她的作品是没有问题的，是你跟她的个人恩怨，对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单凭叶静怡一个人的能力是完成不了这个作品的，而且她用的是化名。如果她是抄袭别人的作品的话，我们公司雇佣她，那岂不成了笑话？我不信，她应该不是那种人。我6岁就认识她了，你了解她还是我了解她呀？这事儿好解决，你不就是怀疑这个作品的真实性吗？咱可以再比一次，把那4位胜出者叫来，你做评委，不记名。如果他再胜了的话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于总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为什么非得聘请叶静怡呢？不会是因为个人感情问题，变得公私不分了吧？那样可不好。岂有此理！我为的是公司的利益。咱们公司下一季的服装设计出来吗？还没有吧？可咱们的对手在干嘛？正在生产下一季的服装。我不管他是谁，我为的是留住这个人才。你觉得呢？好吧，再次进行比赛。散会。去查一下大赛的评委名单。评委名单？于清江究竟请了谁当评委？给我一个一个查出来。好，记住了，秘密进行。知道了。金一呀，我呀想了好多天，于金这个人呐很厉害，就目前情况看起来，你恐怕不是他对手。不，我不要做他的对手，我要把他拉到我这边。他能把王静送进天堂，就能把王静拉进地狱。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。Poland 的中国区总代理首席设计师朱丽叶以及另外2位客座评审将对你们的作品进行打分。请注意，本次比赛为不记名设计大赛，所以请不要署名，也不要在你们的作品中留下能够体现你们身份的标记，否则将视为自动退出比赛。你们今天的题目是本年度秋冬季女装晚礼服。请问有固定的风格和要求吗？风格不限，只要符合我们 Poland 就可以。没有别的问题，你们可以开始了。请各位评审回避一下。
哎，我都告诉你了，该给的钱我都给了，你能不能别在我眼前转悠了？你确保万无一失，不会有差错。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叶静怡的风格你是看得出来，你把她作品拿出来，给她打个最低分，很简单的。现在我宣布，获得冠军的是3号叶静怡。恭喜你，叶小姐。谢谢。等一下，于经理，把结给我看一下。我觉得结果不对，中间肯定出了什么问题。有什么意义吗？只要有常识人都知道，再优秀的设计，也不可能让2位评委都打上满分。那么，要么评委搞错了比赛规则，要么就是打错了分数。给我个解释吧。我认为这份设计图完美地展现了本年度风靡时尚派对的中性风，有细节。设计感强，足以代表今年的流行趋势，所以我给了满分。这幅作品让我眼前一亮，过目不忘。与其他的作品相比，实在太与众不同了，所以我也给了满分。王董，听到了吗？也许从一开始评委的人选就选错了。错的人是你吧，王董？你以为拿钱就可以收买我们吗？本来那时收到就想还给你，可现在决定当场给你更好。之所以我们选择要当众宣布，就是要你引以为戒，下不为例。王董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是舍得花大价钱，解释一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们2个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污蔑我？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平白无故拿自己的钱来冤枉你？我有那么无聊吗？于总，我认为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要重新选评委，再次进行比赛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，他获胜了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恭喜你。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，好吗？谢谢。我先走了。这2个王八蛋，明明答应我的，居然敢反咬我一口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只能天天面对那张我看了就想吐的脸吗？现在贿赂的事情都已经被发现了，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我就想跳楼。
死不承认，咬死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，就凭我们2张嘴顶什么用啊？丢人！丢人还不是为了你？叶静怡，不管你干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不过是为了谋生，你紧张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担心大家知道我是王静的前妻，而你是破坏我们家庭、夺走我老公的第3者。叶静怡，别用你的脏嘴叫我的名字。要知道，我跟你一样是作为首席设计师进公司的，所以以后别太放肆了。我警告你一句，以后要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，改你的坏习惯，别乱翻我的东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是从小就有这个坏习惯吗？你的同事应该还不知道你这个小嗜好吧？你别乱咬人。姚倩倩，以后要在一起共事了，是不是很让你期待呢？合作愉快。开什么玩笑？把下一季的设计图交给一个新人完成，胡闹！在比赛的初始，我们不就一致决定将冠军的设计开发成产品吗？那也只是开发产品，好不好？不是做某一季的设计师，这2者差别大了。各位，我同意姚倩倩的意见，把主设计师这样的工作交给一个刚上任没几天的新人来做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？新不新人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实力。我查看过上一个季度的报表，销售整整低了3成。我觉得有必要扭转一下这样的局势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拿出更好的作品给你看的。要不这样吧，王董，给他们1个星期的时间，你们可以分别设计出你们最满意的作品，拿出来比较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吧。你再这么跟我斗下去，不觉得是在自取其辱吗？我倒想看看，自取其辱的究竟会是谁呢？你真以为你有这个实力跟我斗下去吗？不要以为有1、2幅作品得到认可了，尾巴就可以翘上天了。醒醒！姚倩倩，我突然很担心你，万一你输给一个没上任几天的新人，以后还怎么在这里立足呢？那个叶庆怡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麻烦你把心思放在设计上面吧。如果你输给叶锦衣，那你的脸肯定大。输给他？我光是跟他一起参加比赛，我就已经够丢脸的了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那个从意大利回来那个意气风发的姚倩去哪儿了？你的才华去哪儿了呢？我很怀疑啊，你还能混几年？王进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你有事吗？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。上次那幅画，你看能不能转让给我？您说的是那幅仕女图？对，我找了他很久，
一直想收藏它。如果您真正热爱收藏的话，应该理解我那种心动而又无法割舍的感觉。当然理解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愿意出3倍的价格，怎么样？千金难买心头好。我知道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它能体现一件艺术品的价值。您用千金来体现您对它的赞赏之情，而我用不换来体现我的赞赏之情。这么说，你是怎么都不肯卖的了？是，我不卖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好，如果我打扰你的话，请多多包涵。没关系，像您这种对艺术充满热情的人是不必说抱歉的。先这样。不许跑了，妞妞，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要梳完头发才能去幼儿园的。你过。妞妞，你昨天不是还跟姑姑说吗？你要去幼儿园找你的小朋友，怎么不听话呢？我就是不去。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，走，回屋梳头发。不要！你不听妈妈话了。你才不是我的妈妈。妞妞，你是坏人，你是老巫婆。王小妞，你说过，如果我叫你妈妈，你才会带我去见我真正的妈妈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小孩子不许撒谎的。放手！原来这样，妞妞才叫你妈的啊！小孩子的话你也信呢？你根本就不配当妈，你连小孩子你都骗。妈，别叫我妈！拿上你的行李，赶紧滚！妈，我上班去了。哥，妞妞，咱们回屋梳头去。这个表填完了就交给我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谁？您怎么会有我的号码？很抱歉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所以去查了一下。是画馆的人给您的吧？他们这样做也太不应该了。别怨他们，是我逼着他们这么做的。我呢，很想约你见一面。我考虑一下吧。于总，你好，叶小姐。你好，请坐。抱歉，我不知道这样把你约出来是不是有些冒昧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不也是这么做了吗？可我奇怪的是，你怎么那么爽快的就答应了呢？我查了一些记录，这位作者的其他一些作品，在您这里。没错，差不多都在我这儿。你能把它们卖给我吗？你想买我的收藏？没错，我一直很欣赏这位作者。你不会认为我真的会卖给你吧？我愿意出3倍的价钱。有意思。男人是很喜欢争强好胜的，特别是成功的男人。哟，来了，来，静怡，过来，坐。坐。饿坏了吧？来。啊，那个我吃过了。吃过了。姐，你还是吃
吃点吧，这点的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是啊，吃点啊。没事儿，要不我给你要点喝的或者甜品什么的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真的吃饱了。那我们自己吃了。别管我，你们吃。妈，快吃。阿姨，那您多吃点。别送了。谢谢你今天请我们吃饭，还送我们回家。叶静怡，你能不能不对我这么客气？我求你了，啊！早就说大家一起要聚一下了，怎么老是这么客气呢？我对你啊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没有别的要求，你别有压力。我就是希望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想起来的是我就开心了。对不起，清江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。行了，我知道你接下来又要说什么了，没必要，什么不想伤害我啊之类的话，我都听习惯。别有压力，真的，我只是想帮你，只要你不把我当外人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。那我回去了，明天公司见。早点休息啊。爸，为什么他老是动摇我的心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不配得到他的爱。为什么他要这么折磨我？我该怎么办呀？静怡啊，我告诉过你，不要那么辛苦。你记着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就会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有什么苦，我要一个人来扛。记得，静怡，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人。妈，什么事啊？你把妞妞带哪儿去了？妞妞不在家吗？你说什么？哎，我今天不是让你去接妞妞放学的吗？她能到哪儿去啊？家里又没人给她开门，你，哎呀，我妞妞，要是被人拐了怎么办呢？啊！我马上回去。妞妞出什么事了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吧。我要回家。于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想提前下班。哦，出什么事儿啊？那个妞妞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妞，哎，那个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，我的宝贝妞妞？妈，妞妞有消息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妞妞的妈？她能去哪儿？你怎么都不知道啊？啊！我也不知道她现在究竟出事儿没有。你还是她亲妈吗你？妈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找，我一定能把她找回来。那你赶紧去找啊！你赶紧去找，赶紧去找啊！你啊，要是妞妞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你偿命的。你以为
我是喜欢你才让你进这个家门的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只是因为你是妞妞他妈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怎么就能忘了去幼儿园接她呢？啊，你是她亲妈吗你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以为我愿意把妞妞弄丢吗？我不是说我忘了吗？你忘了你？怎么了？妞妞怎么了？儿子，他把妞妞给弄丢了，有这么当妈的吗你？妈，行了，还在这吵，赶紧去找啊！你，哎呀，我的妞妞，我的妞妞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别说呀，还是家里好啊。哎呦，坐在自己家里舒舒服服的，真是让人高兴啊！所以啊，咱以后啊不干那犯法的事儿。没错。哎，我说老赵同志呀，我就是怕那王进呀，他为难咱们家倩倩。你说这事儿干的算哪出啊？甭担心，倩倩随你啊，绝对镇得住王进。倩倩的，去，快去。哦，喂，倩倩，我没事儿。什么？哎呦，我们怎么可能背着你把妞妞接走呢？妞妞没在我们家。你说什么？妞妞丢了？啊？哎，你爸爸妈妈他们怎么说呀？他们没看见啊？没看见？哎呀天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没看见，可是他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说那妞妞她会不会是离家出走啊？什么？你忘了你前2天是怎么对她的啊？不是你打她了吗？就因为你打她，所以她离家出走了。我什么我呀啊？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就是后妈都比你做得好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呢？真是的。妈，哎，王燕儿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妈，那个电话打来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报警了没？报了，但是警察说要24小时以后才受理，现在没有办法。那哥已经去医院了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，你就放心吧啊！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受不了了，我的妞妞啊，我的妞妞啊！妈，你别着急啊！要是被坏人带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妞妞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我的妞妞，我的妞妞啊！妈，你别担心啊。静怡，啊，找到妞妞了吗？没有。妈，要是妞妞出事儿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不会的，别瞎想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去哪儿了呢？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我迷路了。迷路了？你住什么地方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别着急，你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上班呢？别着急嘛，你告诉我，爷爷带你去找，好不好？好。有一位身穿幼儿园制服的女孩妞妞正在找妈妈，家长请到广播站来认领。有一位身穿幼儿园制服的女孩妞妞正在找妈妈，家长请到广播站来认领。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妞妞，叔叔。先生，你是这位小朋友的家长吗？算是。妞妞，你认识这位先生吗？认识，他是我妈妈的好朋友。哦，那好吧，先生，麻烦你登记一下。好嘞，妞妞，不哭了，找着你了啊！不哭了，乖。喂，小雨妈妈，我是妞妞的妈妈，我想问一下，妞妞有没有到你们家玩啊？哦，没什么事，再见。静怡，哎呀，快看谁回来了！妞妞，妈妈，你急死妈妈了。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在我们公司的商场里。你
怎么会跑去商场呢？姑姑告诉我你在那里上班，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走，就跟别人问了，坐了公交车。妞妞，妈妈该拿你怎么办呢？走，妈妈送你回家。妈妈，你听妈妈说，妈妈只是养了你，把你养大，跟你爸爸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，她才是你真正的妈妈，是她生了你，知道吗？她不是妞妞的妈妈，她是老巫婆，她撒谎骗我，她明明要带我来见你，她还说是你不想见到我，她不是妞妞的妈妈。她这么说的吗？嗯。她怎么可以骗你呢？我不肯叫她妈妈，她还打我。妈妈，你不要带我走好吗？喂，静怡，对不起，我没找到妞妞。什么？你找到妞妞了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妞妞在你这儿吗？她在我房间睡着了。妞妞怎么会跑你这儿来啊？她记住她姑姑说的话，到商场里找我。谢谢。我有话要问你，你们是怎么照顾妞妞的？竟然让她流落大街。是我的失误。这段时间工作实在太忙了，姚倩倩的工作也很忙，所以。工作再忙，也不能不管孩子。她的指甲已经有很久没剪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还有，倩倩为什么要打妞妞？你说什么？我当初把妞妞给你们，不是因为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，而是我觉得她跟自己的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会更好。告诉倩倩，不要因为大人的事扯上孩子。别碰他！哥，妞妞回来了。啊，他已经睡着了。哦，来，跟我吧。来，咱们进屋去。你跟我商量一下。下次别再这样对待我了，当着妈还有王燕的面儿，让我太难堪了。难堪？我听说妞妞是因为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才去找叶锦怡的。姚倩倩，如果你有良心的话，请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关心过妞妞吗？妞妞去见叶静怡了。没错。如果你关心妞妞，妞妞会去吗？这个女人太狠毒了，我敢打赌，一定是她引诱妞妞出去的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我去找她。行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装了？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推在别人身上？你替她说话。我替她说话怎么了？叶锦怡从来没有对妞妞凶过，从来没有骗过妞妞。你一个亲妈怎么当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再对妞妞厉害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王静。你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？叶静怡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们才是夫妻，我们才是啊！老公，放开！王静，站住！你还敢打我？
放手！怎么了？你这样就可以再打我了，是不是？你打呀，你打呀，打呀！你以为妞妞是你一个人的？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爱妞妞啊？你爱妞妞，你关心妞妞吗？姚倩倩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家就别厚颜无耻了。你多长时间注意妞妞？妞妞那么长时间没剪指甲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只关心你自己。还有言说关心妞妞，爱妞妞。我告诉你吧，指甲都是叶锦衣剪的，你怎么当妈的？闹了半天根儿在这儿啊！是叶锦衣告诉你的吧？是他告诉你，所以你才回来家打我的，是不是？吵什么吵啊！大半夜的啊！你们不是别人要睡啊？要吵出去吵去，让全院的人都知道。姚倩倩，姚倩倩，对不起，我在问你，你的设计如何了？本周一定要完成啊！我这个星期保证完工。好的。叶静怡，你呢？我已经完成了。不过，既然倩倩需要时间的话，那我就等她一下好了。很好。既然两位设计师这么有信心，很快我们就可以进入评鉴阶段。到时候进入评鉴阶段以后呢，大家会一起来参评你们的作品，选出最好的，作为公司下一季的产品进行发布。好，没什么事，散会。叶庆怡，你站住！我有话要问你。叶庆怡，是你把妞妞带走的，是不是？我问你呢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你这样的人当妈，不觉得脸红吗？自己把孩子弄丢了，还栽赃到别人的头上。不过也对，你打小就是这样的人。叶庆怡，有功夫在这里喊喊叫叫，不如回去好好照顾妞妞。你少教训我！你现在高兴了吧？别以为你点小心思我不明白。妞妞明明一直在你们家里面，你还假惺惺的让我去找。你撒谎的时候不脸红吗？我撒谎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要对妞妞撒谎？你说什么？咱们不在这里丢人了，行吗？我还有事情呢，就一句话，别再骗妞妞了。叶欣怡，哦，对了，你居然还打妞妞！看你打扮的人五人六，怎么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？我们家的事你少管！我告诉你，再敢动妞妞一根头发，你试试看！别成天号称自己意大利回来的，意大利没你这样的素质。